王楚然最新造型引热议，网友直呼神似赵露思，相似度引发讨论。王楚然与赵露思的相似度引发热议。新剧《这一秒过火》中军阀公子与冒牌千金的恩怨纠葛令人期待。从黑脸争议到美回来了，他通过表情管理和造型蜕变，重塑形象。三白眼用浅笑柔和，嘴角下垂靠妆容修饰。简约穿搭凸显172厘米的明艳气质。当珍珠项链遇上红唇利落剪裁，那份兼具古典与现代的独特魅力终被完美释放。最近看到王楚然的现场照片，感觉她和赵露思长得好像啊。仔细观察，面部特征仍存在差异，不过从整体来看，在精致程度、气质呈现和亲切感方面确实颇为接近。他和张凌赫主演的新剧《这一秒过火》拍摄现场照片曝光后，观众们纷纷表示画面上火程度爆表。故事中一位心狠手辣的军阀公子，与表面优雅实则心机深沉的冒牌千金，从生死之交到势不两立的恩怨纠葛，充满戏剧性。这对组合在外形上堪称绝配，同屏出现便令人赏心悦目。有消息称，他们一度是难哄的热门人选，特别是王楚然，此前在《我的人间烟火》中饰演的许沁引发广泛讨论，观众将对剧中人物的不满情绪转移到了演员本人。随后事态持续发酵，他频频做出不屑表情的视频被广泛传播，引发网友对其态度傲慢、缺乏教养的批评。最近出席活动时，不少观众都注意到他美回来了，个人魅力更加突出，神态自然放松。这次我们来分析王楚然的外形蜕变历程，探讨他在神态管理和造型搭配方面做了哪些改变，看看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过去他常因习惯性撇嘴和频繁翻白眼引发争议，这些微表情让观众产生傲慢轻蔑的印象。某些消极的面部表情源于天生的五官特点，例如眼白较多的三白眼，常会让人误以为在翻白眼或怒视他人。面无表情时嘴角下垂常会让人误以为很苦不高兴，比如蓝盈莹在《浪姐》中被观众认为难相处有压迫感，正是由于她习惯性撇嘴造成的。之后她主动做出改变。后天形成的表情习惯也会影响个人形象，例如不自觉皱眉头，显得严肃不易接近。早前曝光的未修图中，他眉头紧锁，被媒体形容为黑脸。当一个人微笑时两侧嘴角不对称，比如像颜真那样，容易给人留下轻蔑的印象，时间长了就会产生面相变了的感觉。有些人面部左右两侧可能不完全对称，但通过调整用力习惯可以改善这种情况。王楚然的长相偏成熟，面部骨骼感强，五官立体且浓重。如果再加上翻白眼、撇嘴这类表情，容易显得攻击性强，让人感觉态度不好。谈到眼神的塑造，富有生气的目光通常伴随着频繁的眼部肌肉活动，能够传递出丰富的情感。皱纹和年龄并非决定性因素，关键在于整体协调性，既不能过度集中于局部，也不能缺乏专注力。眼睛周围的肌肉停止活动时，整个人会显得呆滞无神，给人一种空洞迟钝的印象。要显得更随和自然，可以保持眼神接触短暂自然，避免长时间注视让人感到被审视或研究。他的目光纯粹而自然，仿佛只是单纯地注视着你，没有任何隐藏的意图或深意。眼神流转需要更精准的眼球控制，可以把视线变化想象成一张轨迹图。面带浅笑时不经意的抬眼，目光先是徐徐上升，继而迅速锁定目标。这种凝视并非随意游移，而是带着短暂停留的吸引力。目光短暂相接后自然地转向别处，既不刻意回避，也不过分纠缠，流露出几分漫不经心的从容。除了通过眼球活动传递情感外，
还借助细微的挑眉动作等眼部表情变化来强化情绪表达。直视时微微抬起头部和肩膀，能展现出从容大方的姿态。可参照戏剧表演专业的教学视频进行学习。3白眼会让人感觉冷漠疏离，可以试着嘴角微扬露出浅笑，这样既能柔和目光，也能避免不自觉的撇嘴动作。适当减轻下眼妆的浓度也能改善效果。拍摄时最好避开从下往上看的视角，否则容易显得像在翻白眼或瞪人。从较低角度拍摄的画面显得更加自然。改善嘴角下垂可通过化妆技巧修饰，或结合面部锻炼与除皱治疗进行微调。通过改变眉形和妆容色彩，可以减弱面部攻击性。若你五官给人压迫感却不知如何改善，建议先将眉毛弧度放缓，选用柔和的色彩开始调整。眉毛不宜过于浓重，否则会削弱眼睛的神采，让眼神显得呆滞无光。过分追求表情完美可能会显得做作，给人留下装模作样、缺乏真实感的印象。张元英的表情控制堪称完美，却也让她显得不够自然。直到某次失误后，大家才感受到她的真实一面，人味十足。视觉上，动态效果常常比设备本身的配置更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。华丽精致的造型设计，控制色彩反差，确保肌肤展现。王楚然是娱乐圈新生代中难得兼具古典美与现代感的艺人，只要表情控制到位，可惜他的造型团队总在暴露缺点，而非突出优势。过分繁复的装饰元素反而显得累赘，简约风格更能凸显高级感。过度削弱自身特色反而会模糊他的独特形象。过度降低色彩对比度，搭配浅色头发、淡色美瞳和网红妆容，反而削弱了她原本鲜明的五官轮廓。她的长相气质本就不适合走甜美少女路线，这样硬凹造型反而会模糊个人风格。赵今麦同样不适合染浅色头发。在下一篇文章中，我们将以卢玉晓为代表的清新细女艺人为例，深入探讨提升色彩浓度是否能够塑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。王楚然172厘米的个头，皮肤白皙纯色红润，匀称的身形与明艳的气质，完美驾驭了大面积的红绿配色。这种披肩发型影响了她的肩颈线条和整体气质。女艺人普遍面临这一困扰，不少服饰设计本身就够复杂了，要是领口和肩膀处还堆砌得乱七八糟，不仅显得人矮，还会削弱气质，更浪费了身材优势。她的头肩比在镜头前很协调，没有明显缺陷，鲜艳的红唇能提升视觉起点，从下唇开始让脖子看起来更修长。挺拔的肩部轮廓搭配自然下倾的锁骨曲线，能够有效延伸颈部视觉长度，无需刻意遮掩。对于肩颈比例不够完美的情况，通过巧妙选择服装款式就能改善。利用垫肩设计增加肩部宽度，搭配深 V 领或尖领的上衣，同时注意遮盖锁骨区域，可以很好的优化颈部与肩部的视觉效果。过度追求蓬松发型和厚重卷发会打破整体平衡，让身材娇小的女性显得比例失调。视觉上营造出头部与颈部宽度相近的观感。之前说过，溜肩和斜方肌问题不必过分夸大。斜方肌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其走向是向下倾斜的，因此会自然形成所谓的溜肩视觉效果。在实际对比中，以直角肩著称的 Lisa 在气质表现上并未超越拥有典型溜肩的刘亦菲。纤细的溜肩可以很好的修饰中短颈，使肩颈线条既不会显得过于平直，也不会显得过于突兀，从而将面部五官的美感衬托得如同璀璨的明珠。窄小的溜肩无法平衡修长脖子的视觉冲击，如果再加上一个较大的头部，整体轮廓就会从三角形变成棒棒糖的形状，这样反而会让胸部显得更下垂。她的头部尺寸比常人小很多，一般人看到会更吃惊。
多数女性的肩颈比例处于适中范围，通过健身锻炼可以塑造更理想的肩部线条。选择挺刮的西装外套也能有效修饰身形，适度展现肌肤能营造轻盈感，让整体造型更显协调自然。即便是 T 台模特穿超长风衣也得敞开怀，裹得太严实还散着头发会显得拖沓，露出腿部线条会显得更协调，但整体效果依然不够修长，容易显得臃肿，给人一种刻意扮成熟的违和感。裙摆开叉的高度需要特别注意，建议保持在大腿中部以上位置。若开叉过低，接近膝盖区域，容易造成身形比例失调，让视线过度聚焦在腿部。平时穿搭也是这个道理，高领衣服容易让身材丰满的女生显得臃肿呆板，短款项链也有类似效果。稍微降低领口位置就能提升舒适度，左侧效果不太突出是由于网眼材质的原因，若采用棉麻质地会更显局促。这种面料质地太软，缺乏支撑感，穿在她身上显得轻飘飘的，和她的身材比例不太协调。用皮带和牛仔靴这类带点粗犷感的配饰来平衡整体造型，会显得更精神利落。回顾王楚然几套引发热议的穿搭，大多是简约风格，完美展现她高挑匀称的身材优势，要么突出她五官的立体深邃，营造华丽张扬的气质，鲜少能两者兼得。当个人风格尚未定型之际，过度追求多样化反而容易引发内在冲突。最新发布的路透社报道广受赞誉，其内容精准把握了这两个核心要点。例如佩戴多层珍珠项链并涂上鲜艳红唇，再配上线条利落的服饰，就能完美平衡她清冷的面容与明艳气质。适度加宽肩部设计能提升整体气势。时尚风向瞬息万变，个人品味千差万别，执着于弥补短板并非明智之举，学会将自身特质转化为优势才是持久之道。